最新非常重磅的一条消息，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出了非常大、非常巧的两个事儿，在数小时之内，美国、俄罗斯各摔了一架战略轰炸机。不过呢，如果您光看新闻的报道，是看不出其中门道的。战场视频藏奥妙，钟南带您看门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空军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飞行事故，一架 B-52H 在美国本土加州南部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起飞之后不久坠毁了，机上的8人无人生还。军迷朋友们都知道，时至今日呢，几经现代化翻新的 B-52H 依然是美军现役的唯一的一型可以发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所以呢，无论对当前美军的常规的远程打击，还是3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总数大约70多架的 B-52H 地位举足轻重。不仅它的地位作用没有下降，它还要进一步的延寿，计划服役到2050年。每一架可以说都是美国的战略重器。而且呢，根据开源情报，这次坠毁的这架 B-52H 隶属于美军的第412测试联队，这个单位呢又直属于美国空军的测试中心，是美国常驻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一个科研试飞单位。它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俄罗斯的第929国家试飞中心，也类似于我们空军的试飞局。那么这个事儿就大了，这意味着失事飞机上的8名空勤人员都是在理论、技术、心理、身体等各个方面经过多方面的选拔的试飞员，可以说是精英当中的精英。相信朋友们都听过一个比喻，说培养一名现代战斗机的飞行员的成本约等于其自身重量相当的黄金，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培养一名优秀的试飞员的成本都远远要高于一般的作战部队的飞行员，而非战略轰炸机的试飞员更是凤毛麟角。而这次出事的飞机本身也是非同寻常的，这架战术编号为60-0061的 B-52H 是美军首架配备新型的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技术验证机。长期以来 B-52H 装备的都是老式的机械扫描雷达，虽然比较成熟、比较可靠，但是呢，随着现代空战的信息化水平的飞速发展，电子战水平的日益复杂，它在抗干扰能力、在多任务处理能力以及在探测距离等指标上都已经落后了，需要换装新的现代化的相控阵雷达了，才能看得更清、看得更远、打得更准。因此呢，在美军对 B-52H 进一步现代化升级的 B-52 勾这个项目的方案当中，换装相控阵雷达被视为核心的组成。按照美军的原计划，飞行测试本来应该在2024年开始，但是呢，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军工项目进展延宕属于常态了。所以说，被选中承担这次任务的60-0061号机，直到2025年的12月，就是去年的12月，才在波音工厂完成了改装，并随即飞到了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开展试飞。而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的节点，也从本来计划的2028到2030，进一步推迟到了2033年。当然了，这是试飞进展顺利前提的一个预估，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显然是非常的不顺利。下面我们来看视频。从这次美国媒体披露的现场的视频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事故就发生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基本上是刚离地就摔了。故障来的是又急又凶，很有可能呢是操作系统或者机体的结构出了问题。事发之后第一时间拍摄的这个照片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团的黑色的浓烟腾空而起，火势之大可见一斑。火灾被扑灭之后，现场根本看不出这曾经有一架大型飞机存在的这个迹象，只剩下什么呢？大家看，满地的焦土。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惨烈的现象，是因为飞机上足以支撑数小时试飞科目的燃料，在事发的时候基本还没有消耗，足以将这架飞机整机连同上面的设备，连同上面的人员都烧成了灰烬。那么这种情况下，想要调查确定事故的原因就非常难了，几乎只能依赖飞参记录仪的数据了，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黑匣子，数据是否依然能够正常的读取，也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而即便最终把原因搞清楚了，又要多长时间才能再从美国空军现役当中抽调一架状态良好的 B-52H， 再装上新的雷达样机，
再改出第二架验证机，再投入到新的试飞呢？很难，因为本来就在时间和金钱上双重超支的 B-52勾，究竟何时才能修成正果，甚至还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继续搞下去，我认为今天都成了一个未知数，前景非常的不乐观。无独有偶，6月15号这一天，在美国这架 B-52H 化作灰烬的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也摔掉了一架战略轰炸机。新闻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空天军的一架图220 M3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了。大家来看视频。那么我们大家注意看，从当地人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终坠毁之前，这架轰炸机处于机头向下略带偏航和滚转的这个姿态，下降率不算很高，相比于俯冲坠地更接近于什么呢？更接近于自由落体。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失速的表现了。那么再结合它的可变后掠机翼处于适宜低空低速飞行的小后掠角的这个状态，像是什么呢？像是因为操纵失误或者机械故障导致在低空进入了失速，当时机组大概率判断无法改出，弹射逃生，飞机失控坠毁。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不过呢，这也符合事后俄罗斯国防部发表的声明。当时声明讲说，这架轰炸机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发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未造成人员受伤。朋友们，这两个事儿我们看完之后怎么看呢？就是这两款冷战经典的轰炸机在同一天出事了，看似是一种巧合，但是我认为其中戳中了同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俄罗斯老牌的战略空中力量都在面临机队老化、升级承压的这个现实的困境。再硬核的镇国重器、大国重器也扛不住岁月的消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讲到这儿呢，我突然想到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那么这个新叶会是谁呢？请把它的代号，这款飞机的代号打在评论区和弹幕区，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说谁。战场视频藏奥妙，中南带您看门道，我是中南剑客，下期节目再见。